是这才禁烟花了几年，烟花都发展成这样了吗？来不及悼念国庆时的七彩祥云了。接下来登场的是天宴葬礼烟花，眼前这个酷似王昭君大招的东西，就是刘洋最新发明的烟花魔法阵。当我们还在以为烟花只能从下往上发射的时候，刘洋的天空已经可以下烟花了。通过无人机和烟花的完美结合，无数星火从圈中落下，仿若传说中的落星流火阵，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视频发到外网后，老外看了纷纷炸出了锅。德国网友：中国的珠海航展还没结束吗？他们又在展示什么从来没见过的太空武器？英国网友：中国这是证明了魔法的存在，并研制出新武器，它能消灭超大范围内的所有物质。老外要这么说，那咱们不召唤点东西出来，真的说不过去了。当各国网友都在为刘洋的烟花秀感到震撼时，只有韩国网友集体破防。一个 AI 做的视频，中国人太会作假，比起我们首尔世界烟花节差太远了，太讨厌了，什么都要学我们的，春节还给申遗了。不得不说，韩国网友的评论真是给爷整笑了，只能说什么都偷只会害了你。我才知道石锅拌饭竟然被吉林申遗成功了。原来早在21年的时候，吉林就把朝鲜族石锅拌饭制作技艺列入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怪不得外卖上的石锅拌饭统统加上了非遗2字。吉林这波真是上大分，韩国网友当场就是一个破大防，甚至外交部也谴责咱们歪曲历史。然而他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最近的爆炸性消息，韩服被朝鲜申遗成功了，并且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还决定将中国春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前韩国为了偷春节，在外网要求把 Chinese New Year 改成 Lunar New Year， 没想到忙活了半天，回头一看价被偷了。更有网友总结，今年的韩国人吃着吉林石锅拌饭，穿着朝鲜传统服饰，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同样破防的还有这对老外，事情的起因是他们在申请到了中国144小时免签之后来到了北京，下车就被巨大的机场和地下室出租车震撼到，之后两人又爬了长城，坐了缆车，花费1天的时间逛了公园，还品尝了中国的美食。两人不停地感叹城市繁华，景色漂亮，食物既便宜又好吃。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就这么繁华，那韩国作为发达国家肯定会更好。于是在6天的旅行结束后，两人转头就来到了韩国，结果刚下飞机就惊呆了，韩国首都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繁华，反而更像个发展还不错的小县城。想要吃点路边摊，结果吃到的是中国的糖葫芦和日本的拉面。最离谱的是糖葫芦几个字还是用的汉语拼音。到了吃饭的时候，两人来到了一家饭店，韩国引以为傲的泡菜被老外当成了小料，饭店推荐的炒年糕也差点把两人吃吐，直呼接受不了不推荐。饭后跟随导游到了旅游景点，据说能看到韩国最大的瀑布，然而出现在面前的仅仅像一条小水沟，这瀑布还没我家附近的小山上流下来的水流大。所谓的战争遗址就是一个小土坡，我们国内一直以为国外如何浪漫美丽，国外一直形容中国落后差劲，双方交换旅游后才发现原来都被骗了。然而同样是出国游玩，当旅行博主麦克 OK 来到中国却是不一样的画风，他以拦顺风车的方式穷游，本来他以为会很困难，可大车司机们怎么会错过一个临时打发时间的跟宠呢？甚至路上遇见有孩子的，麦克还被选中辅导英语。 What day is it today?帮不上忙的路人只要被问了路，就自动触发有朋自远方来的被动 buff， 送吃的送水，麦克的行李反而越走越重。刚开始遇到警察登记，他还很紧张，没想到警察不仅请他吃盒饭，又帮他拦顺路的车，只要一有困难就有警察出现，警察在视频里都快成 NPC 了。这样一对比下来，同样都是外国人，去不同的国家，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这时韩国网友破防了，说中国一定是摆拍并试图抹黑他们的国家，还说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韩国什么技术都领先于中国。俄罗斯网友：是的，比如高铁，中国的高铁技术非常落后，开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出省，韩国高铁技术就非常先进，开了几个小时就出国了。不得不说，论对人还得是战斗民族，俄罗斯网友简直就是中国人的互联网嘴替。刷到一个外国网友看长城，有一个韩国网友说，众所周知，长城是我们祖先修建的。俄罗斯网友回怼，是的，他们皇帝抓你们祖先去修的。俄罗斯网友好骂呀，而中俄之间的友谊从来都是相互的，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京来中国也跟回家似的，参加欢迎晚宴，车刚停好，保镖还在确认4周安全情况，结果后座的普京直接就自己开门下来了，保镖，不是我还没侦查完，而普京咧着个嘴就出来了，也没有提前整理着装，一边走一边调整，整个人非常放松，走起路来都自然了，左手也不用备战，看来保镖也是习惯了。刚下飞机，领导们在前面握手，后面的2个保镖一对上眼神，就轻轻地点了下头。哎，老弟，你今天你班啊？真的？这中俄关系真是没得说呀！自从中俄互免签证开通后，放眼望去，黑和早市的俄罗斯人比本地人还多。可要论人最多的地方，还得是东北大澡堂。搓澡的时候，直接给老外干懵了。
怎么样？挺好的，感觉亲的失禁的玉滑。甚至还有批发洗澡巾带回国的。被这个搓澡巾就是焕发了以后，他觉得他前59年活的都很肮脏，然后他带回去了50个搓澡巾。爱凑热闹的网友也开始发言，搓澡可以去鸡皮，还有背上的痘痘，搓完澡连屁股都是2坨水光肌，难怪这么多明星都在安利他。黄景瑜化身搓澡宣传大使，直接打开搓澡新世界大门。我送你一个搓澡巾，你在家试一试，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一群女明星出国，忘带什么都不能忘带搓澡巾。哎呀，我说忘带什么？忘带搓澡巾了。哎，我带了。哦，真的吗？哎，兰姐让我给她带搓澡巾，我就买了7条搓澡巾。直到被单依纯推荐的搓澡巾种草，我才知道明星妈生好皮的秘诀。这个像鼠标垫似的，它是个搓澡巾，是可以试试。我试试。哎呦，我把它搓下来了。哎呦，我把它搓下来了。你别说，我就不搓了，哎，这真不错，我一会儿拿回去一个，拿2个，可以，我也拿2个，可以。不信邪的南方网友表示，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搓澡巾，就是屎，我也要下单尝尝咸淡。结果买回来一用一个不吱声。我刚搓完澡，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那个躺在泳池瓷砖上的海豹，可以滑来滑去，甚至被搓成了这样。这确定不是拿搓澡巾给身体抛了个光吗？就连职业法师刘海柱用完也是一整个大震惊。我天天洗澡啊！别小看这个平平无奇的小圆饼，只需要轻轻一搓，身上的泥就咔咔往下掉。难怪很多博主也都在安利这款搓澡巾。我在社交网络已经分享很多次了，女明星同款，它是块布料啊，它摸起来也不拉手的，就是很牛，它能给出泥。看着真的很鸡肋，但是真的很好用。你听我的，你整一个这个，你身上一碰水，拿它一搓就下去，一点也不疼。搓之前记得先用热水淋一会儿，软化角质层，这样搓出来的效果会更好。网友表示自己关节黑了一辈子终于上岸了，它不像老式搓澡巾，藏泥还易滋生细菌，搓完皮肤又红又疼。这款小圆饼很贴合皮肤的纹理，搓完感觉皮肤能亮2个度，还一点都不疼，新手也可以放心使用。关键是价格便宜实惠，9块9收获滑溜溜皮肤，轻松实现小吊带自由，真的很难不心动啊！快给你那不爱搓澡的南方室友安排上吧！天一喜的南方小土豆们，赶紧都去试试这个搓澡皮子。别看它长得丑啊，这玩意儿是真心好用。趁着洗澡的功夫，给你们讲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用之前千万不要打沐浴露，先拿热水冲个几分钟，软化角质。冲的时间越久越好搓。冲完你就像这样上上下下来回搓，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它就嘎嘎下灰。真的不要以为你每天洗澡身上就没有灰了，用了它之后，你都会怀疑你之前的澡都白洗了。它不像这种搓澡巾，每次搓完身上又红又痛，不容易晾干，还容易藏污纳垢。但这个你搓完一搓它就干净，而且它非常贴合我们皮肤的纹理，搓起来真的一点都不痛。总觉得自己皮肤糙的，一定要人手一个，一定要认准这个河北发货正宗原版带独立包装的，别买到仿版了。现在新品尝鲜价，你就买回去试试，直接打开你搓澡的新大门。我都说了，让你再等等，再等等。就这个之前爆火的搓澡皮子，现在又升级了，从绑带款升级到现在的手指款更好用了。今天趁着洗澡给你们讲清楚它到底怎么用。搓之前先用热水冲几分钟，打开毛孔软化角质，千万别打沐浴露啊，直接搓就行。升级款有2种戴法，手小你就这样戴，手大你就这样戴。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一点也不打花，你就这样轻轻来回上下搓，不需要用力，这灰就嘎嘎往下掉。特别是这个波棱盖啊，一搓全是泥，搓完真的感觉10几年的澡都白洗了一样。像这种老式的搓的好疼，而且它总是湿的，容易滋生细菌，这个就很贴合我们皮肤的纹理啊，搓起来一点都不疼，而且也不藏污纳垢，随便冲一冲就干净了。南方小土豆终于体会到在浴室搓面条的感觉了。今天我就用我的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先用热水把腿给泡发了，这样可以软化你的角质，千万不要打沐浴露。4个手指从这里穿进来，大拇指扣紧，就这样来回上下搓，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它下灰真的巨牛，而且一点都不痛，特别是这个玻璃盖，这样一搓全是泥。抖音不让展示脏东西，来给你们看看评价。不过像我之前用的这种，用很大劲，皮都得搓破了，泥还不掉。用这个搓完以后，整个皮肤都在发光，搓起来贼滑溜。南方的小土豆们一定要去试试，直接让你在家体验到北方澡堂搓澡的快乐。自从买了这个手指款搓澡神器，才知道洗澡可以这么舒服。以前用的这种老式搓澡巾，要么就是太费劲，要么就是容易把皮肤弄破。它升级了手指弹力绑带，套上之后一点都不伤皮肤。先把自己打湿，然后用它轻轻一搓，就能掉下一层泥来，简直就是无痛搓澡神器啊！而且它还不挑肤质，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用。家里还没有的，赶紧买起来吧！居然还有很多南方的小土豆不知道这是个啥，这叫搓澡皮子。今天就用我的腿给你们展示一下。搓之前先用热水冲几分钟，软化一下你的角质，千万不要打沐浴露，直接搓就行。这玩意有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不用担心打滑。你就这样上下来回的搓，不需要用力，这泥就嘎嘎往下掉，搓完水一冲就干净。这个
个东西它是怎么做的，又下泥又不疼的呢？我洗澡一半，真的是忍不住再给你们拍个视频，它真的超级下泥还不疼。以前这种老式的又藏泥还不好洗，最关键还疼啊！这种是细沙的，你怎么搓了都不疼，上上下下来回搓，那个泥就咔咔往下掉。家里孩子有什么老式的就扔了吧，一搓一个不后悔。我劝你们不要去用这个轮胎搓澡皮子，每次用它感觉自己好像1年没洗澡一样，那泥条真的是令我兵荒马乱。搓之前用热水冲泡一下全身，打开毛孔软化一下角质。女生或做美甲的就这样戴，男生手大这样戴，上下来回的轻搓，不需要使大劲就能下来好多呢沙。这里不让展示，自行脑补一下吧，而且一点也不疼，用完直接冲一下，干干净净啊。砂糖橘、野生菌、小土豆，见过这个东西吗？知道它是干啥的不？这叫搓澡皮子。今天我就借两腿给你们展示一下，为什么要借？因为我的腿毛太多了。这里跟你们说一下，它有2种戴法，手小你就这样戴，手大你就这样戴。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不用担心打滑。先用热水把身上的角质泡软，不用打肥皂和沐浴露，泡软以后直接搓。像我这种腿上有小颗粒的，或者一脱裤子雪花满天飞的，你就用它，就这样来回上下搓，不需要很大力气，就这样贼下灰贼下泥。特别是这个玻璃盖一搓全是泥，这里不让过多展示，怕吓到你。它这个就很贴合咱们的几乎纹理，搓起来一点也不疼，而且呢也不藏囊污垢，搓完以后这么一冲就干净了。这种爆火的搓澡皮子，我以为哪家买都一样，但当我把它们都买来后，才发现仿版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要想好用，还得是这种河北邯郸发货的正宗原版。他们做这个搓澡皮子几十年了，材质都是原生橡胶，根本不会掉色淌黑水。仿版非常粗糙，只是层很薄的胶皮，轻轻一搓就掉色淌黑水。而且原版绑带更宽更牢靠，仿版没用几下就会断，差距超级明显。搓澡皮子火起来后，各种山寨款都出来了，原版都有正规包装，仿版就一层透明纸，厂家信息都没有。就这种贴肤使用的产品，原版也就几块钱，千万别当大冤种，买劣质山寨款。居然还有很多南方的小土豆不知道这是个啥，这叫搓澡皮子。今天就用我的腿给你们展示一下，搓之前先用热水冲几分钟，软化一下你的角质，千万不要打沐浴露，直接搓就行。这里跟你们说一下，这玩意有2种戴法，手小你就这样戴，手大你就这样戴，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不用担心打滑，你就这样上下来回的搓，不需要用力，这回就。这种爆火的搓澡皮子，我以为哪家买都一样，但当我把它们都买来后，才发现仿版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要想好用，还得是这种河北邯郸发货的正宗原版。他们做这个搓澡皮子几十年了，材质都是原生橡胶，根本不会掉色淌黑水。仿版非常粗糙，只是层很薄的胶皮，轻轻一搓就掉色淌黑水。而且原版绑带更宽更牢靠，仿版没用几下就会断，差距超级明显。搓澡皮子火起来后，各种山寨款都出来了，原版都有正规包装，仿版就一层透明纸，厂家信息都没有。就这种贴肤使用的产品，原版也就几块钱，千万别当大冤种，买劣质山寨款。这个搓澡皮子是怎么做到又下泥又不疼的？以前老式的又藏泥还不好清洗，它这个是特别细腻的纹理，不管怎么搓它都不会疼。你就把它套在手上，上上下下来回搓，不用担心打滑，泥疙瘩就咔咔往下掉了，而且还不会藏污内垢。搓完拿水一冲就干净了。天一洗的南方小土豆们，赶紧都去试试这个搓澡皮子。别看它长得丑啊，这玩意是真心好用。趁着洗澡的功夫，给你们讲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用之前千万不要打沐浴露，先拿热水冲个几分钟，软化角质。冲的时间越久越好搓。冲完你就像这样上上下下来回搓，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它就嘎嘎下灰。真的不要以为你每天洗澡身上就没有灰了，用了它之后，你都会怀疑你之前的澡都白洗了。它不像这种搓澡巾，每次搓完身上又红又痛，不容易晾干，还容易藏污纳垢。但是你搓完一冲它就干净了，而且它非常贴合我们皮肤的纹理，搓起来真的一点都不痛。总觉得自己皮肤糙的，一定要人手一个，一定要认准这个河北发货正宗原版带独立包装的，别买到仿版了。现在新品尝鲜价，你就买回去试试，直接打开你搓澡的新大门。我都说了，让你再等等再等等，就这个之前爆火的搓澡皮子，现在又升级了，从绑带款升级到现在的手指款更好用了。今天趁着洗澡给你们讲清楚它到底怎么用。搓之前先用热水冲几分钟，打开毛孔软化角质，千万别打沐浴露啊，直接搓就行。升级款有2种戴法，手小你就这样戴，手大你就这样戴，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一点也不打花。你就这样轻轻来回上下搓，不需要用力，这灰就嘎嘎往下掉。特别是这个波棱盖啊，一搓全是泥，搓完真的感觉10几年的澡都白洗了一样。像这种老式的搓的好疼，而且它总是湿的，容易滋生细菌，这个就很贴合我们皮肤的纹理啊，搓起来一点都不疼，而且也不藏污纳垢，随便冲一冲就干净了。南方小土豆终于体会到在浴室搓面条的感觉了。今天我就用我的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先用热水把腿给泡发了，这样可以软化你的角质，千万不要打沐浴露。4个手指从这里穿进来，大拇指扣紧，就这样来回上下搓，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它下灰真的巨牛，而且一点都不痛。特别是这个玻璃盖，这样一搓全是泥。抖音不让展示脏东西，来给你们看看评价。不过像我之前用的这种，用很大劲，皮都得搓破了，泥还不掉。用这个搓完以后，整个皮肤都在发光，搓起来贼滑溜。南方的小土豆们一定要去试试，直接让你在家体验到北方澡堂搓澡的快乐。
自从买了这个手指款搓澡神器，才知道洗澡可以这么舒服。以前用的这种老式搓澡巾，要么就是太费劲，要么就是容易把皮肤弄破。它升级了手指弹力绑带，套上之后一点都不伤皮肤。先把自己打湿，然后用它轻轻一搓，就能掉下一层泥来，简直就是无痛搓澡神器啊！而且它还不挑肤质，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用。家里还没有的，赶紧买起来吧。居然还有很多南方的小土豆不知道这是个啥，这叫搓澡皮子。今天就用我的腿给你们展示一下。搓之前先用热水冲几分钟，软化一下你的角质，千万不要打沐浴露，直接搓就行。这玩意有2种带法，稳定性都很好，不用担心打滑。你就这样上下来回的搓，不需要用力，这泥就嘎嘎往下掉，搓完水一冲就干净。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做的又下泥又不疼的呢？我洗澡一半，真的是忍不住再给你们拍个视频。它真的超级下泥还不疼。以前这种老式的又藏泥还不好洗，最关键还疼啊！这种是细沙的，你怎么搓了都不疼，上上下下来回搓，那个泥就咔咔往下掉。家里孩子也是老式的就扔了吧，一搓一个不后悔。我劝你们不要去用这个轮胎搓澡皮子，每次用它感觉自己好像1年没洗澡一样，那泥条真的是令人兵荒马乱。搓之前用热水冲泡一下全身，打开毛孔软化一下角质。女生做美甲的就这样戴，男生手大这样戴，上下来回的轻搓，不需要使大劲就能下来好多呢啥。这里不让展示自行脑补下巴，而且一点也不疼，用完直接冲一下，干干净净了。砂糖橘、野生菌、小土豆，见过这个东西吗？知道它是干啥的不？这叫搓澡皮子。今天我就借两腿给你们展示一下，为什么要借？因为我的腿毛太多了。这里跟你们说一下，它有2种戴法，手小你就这样戴，手大你就这样戴。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不用担心打滑。先用热水把身上的角质泡软，不用打肥皂和沐浴露，泡软以后直接搓。像我这种腿上有小颗粒的，或者一脱裤子雪花满天飞的，你就用它，就这样来回上下搓，不需要很大力气，就这样贼下灰贼下泥。特别是这个玻璃盖一搓全是泥，这里不让过多展示，怕吓到你。它这个就很贴合咱们的肌肤纹理，搓起来一点爱也不疼，而且呢也不藏囊污垢，搓完以后这么一冲就干净了。这种爆火的搓澡皮子，我以为哪家买都一样，但当我把它们都买来后，才发现仿版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要想好用，还得是这种河北邯郸发货的正宗原版。他们做这个搓澡皮子几10年了，材质都是原生橡胶，根本不会掉色淌黑水。仿版非常粗糙，只是层很薄的胶皮，轻轻一搓就掉色淌黑水。而且原版绑带更宽更牢靠，仿版没用几下就会断，差距超级明显。搓澡皮子火起来后，各种山寨款都出来了，原版都有正规包装，仿版就一层透明纸，厂家信息都没有。就这种贴肤使用的产品，原版也就几块钱，千万别当大冤种，买劣质山寨款。居然还有很多南方的小土豆不知道这是个啥，这叫搓澡皮子。今天就用我的腿给你们展示一下，搓之前先用热水冲几分钟，软化一下你的角质，千万不要打沐浴露，直接搓就行。这里跟你们说一下，这玩意有2种戴法，手小你就这样戴，手大你就这样戴，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不用担心打滑，你就这样上下来回的搓，不需要用力，这回就。这种爆火的搓澡皮子，我以为哪家买都一样，但当我把它们都买来后，才发现仿版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要想好用，还得是这种河北邯郸发货的正宗原版。他们做这个搓澡皮子几10年了，材质都是原生橡胶，根本不会掉色淌黑水。仿版非常粗糙，只是层很薄的胶皮，轻轻一搓就掉色淌黑水。而且原版绑带更宽更牢靠，仿版没用几下就会断，差距超级明显。搓澡皮子火起来后，各种山寨款都出来了，原版都有正规包装，仿版就一层透明纸，厂家信息都没有。就这种贴肤使用的产品，原版也就几块钱，千万别当大冤种，买劣质山寨款。这个搓澡皮子是怎么做到又下泥又不疼的？以前老式的又藏泥还不好清洗，它这个是特别细腻的纹理，不管怎么搓它都不会疼。你就把它套在手上，上上下下来回搓，不用担心打滑，泥疙瘩就看它往下掉了，而且还不会藏污内垢，搓完拿水一冲就干净了。天一喜的南方小土豆们，赶紧都去试试这个搓澡皮子。别看它长得丑啊，这玩意是真心好用。趁着洗澡的功夫，给你们讲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用之前千万不要打沐浴露，先拿热水冲个几分钟，软化角质。冲的时间越久越好搓。冲完你就像这样上上下下来回搓，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它就嘎嘎下灰。真的不要以为你每天洗澡身上就没有灰了，用了它之后你都会怀疑你之前的澡都白洗了。它不像这种搓澡巾，每次搓完身上又红又痛，不容易晾干，还容易藏污纳垢。这真的是搓完以后它就干净了，而且它非常贴合我们皮肤的纹理，搓起来真的一点都不痛。总觉得自己皮肤糙的，一定要人手一个，一定要认准这个河北发货正宗原版带独立包装的，别买到仿版了。现在新品尝鲜价，你就买回去试试，直接打开你搓澡的新大门。我都说了，让你再等等再等等，就这个之前爆火的搓澡皮子，现在又升级了，从绑带款升级到现在的手指款更好用了。今天趁着洗澡给你们讲清楚它到底怎么用。搓之前先用热水冲几分钟，打开毛孔软化角质，千万别打沐浴露啊，直接搓就行。升级款有2种戴法，手小你就这样戴，手大你就这样戴，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一点也不打花。你就这样轻轻来回上下搓，不需要用力，
这灰就嘎嘎往下掉。特别是这个波棱盖啊，一搓全是泥，搓完真的感觉10几年的澡都白洗了一样。像这种老式的搓的好疼，而且它总是湿的，容易滋生细菌。这个就很贴合我们皮肤的纹理啊，搓起来一点都不疼，而且也不藏污纳垢，随便冲一冲就干净了。南方小伙豆终于体会到在浴室搓面条的感觉了。今天我就用我的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先用热水把腿给泡发了，这样可以软化你的角质，千万不要打沐浴露。4个手指从这里穿进来，大拇指扣紧，就这样来回上下搓，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它下灰真的巨牛，而且一点都不痛，特别是这个玻璃盖，这样一搓全是泥。抖音不让展示脏东西，来给你们看看评价。不过像我之前用的这种，用很大劲，皮都得搓破了，泥还不掉。用这个搓完以后，整个皮肤都在发光，搓起来贼滑溜。南方的小土豆们一定要去试试，直接让你在家体验到北方澡堂搓澡的快乐。自从买了这个手指款搓澡神器，才知道洗澡可以这么舒服。以前用的这种老式搓澡巾，要么就是太费劲，要么就是容易把皮肤弄破。它升级了手指弹力绑带，套上之后一点都不伤皮肤。先把自己打湿，然后用它轻轻一搓，就能掉下一层泥来，简直就是无痛搓澡神器啊！而且它还不挑肤质，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用。家里还没有的，赶紧买起来吧！居然还有很多南方的小土豆不知道这是个啥，这叫搓澡皮子。今天就用我的腿给你们展示一下。搓之前先用热水冲洗分钟，软化一下你的角质，千万不要打沐浴露，直接搓就行。这玩意有2种带法，稳定性都很好，不用担心打滑。你就这样上下来回的搓，不需要用力，这泥就嘎嘎往下掉，搓完水一冲就干净。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做的，又下泥又不疼的呢？我洗澡一半，真的是忍不住再给你们拍个视频。它真的超级下泥还不疼，以前这种老式的又藏泥还不好洗，最关键还疼啊！这种是细砂的，你怎么搓了都不疼，上上下下来回搓，那个泥就咔咔往下掉。家里孩子有什么老式的就扔了吧，一搓一个不后悔。我劝你们不要去用这个轮胎搓澡席子，每次用它，感觉自己好像1年没洗澡一样，那泥条真的是令人兵荒马乱。搓之前用热水冲泡一下全身，打开毛孔软化一下角质。女生和做美甲的就这样戴，男生手大的这样戴，上下来回的轻搓，不需要使大劲就能下来好多奶沙。这里不让展示，自行脑补一下吧，而且一点也不疼，用完直接冲一下，干干净净啊。砂糖橘、野生菌、小土豆，见过这个东西吗？知道它是干啥的不？这叫搓澡皮子。今天我就借两腿跟你们展示一下。为什么要借？因为我的腿毛太多了。这里跟你们说一下，它有2种戴法，手小你就这样戴，手大你就这样戴。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不用担心打滑。先用热水把身上的角质泡软，不用打肥皂和沐浴露，泡软以后直接搓。像我这种腿上有小颗粒的，或者一脱裤子雪花满天飞的，你就用它，就这样来回上下搓，不需要很大力气，就这样贼下灰贼下泥。特别是这个玻璃盖一搓全是泥，这里不让过多展示，怕吓到你。它这个就很贴合咱们的肌肤纹理，搓起来一点也不疼，而且呢也不藏那污垢，搓完以后这么一冲就干净了。这种爆火的搓澡皮子，我以为哪家买都一样，但当我把它们都买来后，才发现仿版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要想好用，还得是这种河北邯郸发货的正宗原版。他们做这个搓澡皮子几10年了，材质都是原生橡胶，根本不会掉色淌黑水。仿版非常粗糙，只是层很薄的胶皮，轻轻一搓就掉色淌黑水。而且原版绑带更宽更牢靠，仿版没用几下就会断，差距超级明显。搓澡皮子火起来后，各种山寨款都出来了，原版都有正规包装，仿版就一层透明纸，厂家信息都没有。就这种贴肤使用的产品，原版也就几块钱，千万别当大冤种，买劣质山寨款。居然还有很多南方的小土豆不知道这是个啥，这叫搓澡皮子。今天就用我的腿给你们展示一下，搓之前先用热水冲几分钟，软化一下你的角质，千万不要打沐浴露，直接搓就行。这里跟你们说一下，这玩意有2种戴法，手小你就这样戴，手大你就这样戴，2种戴法稳定性都很好，不用担心打滑，你就这样上下来回的搓，不需要用力，这回就。这种爆火的搓澡皮子，我以为哪家买都一样，但当我把它们都买来后，才发现仿版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要想好用，还得是这种河北邯郸发货的正宗原版。他们做这个搓澡皮子几10年了，材质都是原生橡胶，根本不会掉色淌黑水。仿版非常粗糙，只是层很薄的胶皮，轻轻一搓就掉色淌黑水。而且原版绑带更宽更牢靠，仿版没用几下就会断，差距超级明显。搓澡皮子火起来后，各种山寨款都出来了，原版都有正规包装，仿版就一层透明纸，厂家信息都没有。就这种贴肤使用的产品，原版也就几块钱，千万别当大冤种，买劣质山寨款。
个搓澡皮子是怎么做到又下泥又不疼的？以前老式的又藏泥还不好清洗，它这个是特别细腻的纹理，不管怎么搓它都不会疼。你就把它套在手上，上上下下来回搓，不用担心打滑，泥疙瘩就咔咔往下掉了，而且还不会藏污内垢。搓完拿水一冲就干净了。